在不塞车的情况下呢，2个半小时左右到达能够吃饭的地方。所以为何告诉你们到了这里来，如果你内心有任何对当地你认为不满或者不科学的地方，都请通通放下，因为没办法。我的意思刚才没有去洗手间，我这一天3餐想去洗手间。昨天的饭菜是 OK 的，但是今天开始我们要往非常贫穷的地方开始走，那么减肥是肯定的。而且我带了榨菜。OK， 好的。不过就算有合适上洗手间的地方，按照你们对卫生条件的要求，可能我怕你不去。野外嘛。因为没办法了。好了，各位，我补充介绍一下。包括刚刚私底下我们车上有个朋友问我，或者你们愿意把手伸给我看看，都可以，因为我确实是在这个青海朗千县大拜市出家当的僧人。我是1999年在中国特种部队当了2年武警的人。我不知道我们车上有没有当过兵的朋友啊？你看我们这个帅哥有我微信，然后吴阿姨有我微信，你可以在我朋友圈翻来看吧，几10年前都可以看。哪位？苏贵姓？苏州的苏是吧？我叫你这个名字就太好叫了，别的叫苏，刚好你也姓苏，那就叫苏是最简单的，是吧？我99年当的兵，那我还没生下来。他当了24年。那就是老领导，24年应该是2毛4退休的吧？转业的是吧？应该是2毛4。2毛4嘛，我们在部队我们称之为叫2毛4。什么1毛1、1毛2，到2毛4。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也是部队高干退休下来，现在1个月退休工资接近3万，然后呢加油到现在都免费。我不知道你加油现在是不是也免费？不免费啊，因为他是1颗星星下来的，1颗星星转业以后，这个叫直接退休啊。到现在为止，反正退休工资1个月差不多3万。你也加了好多年了，是吧？但是这个不重要，因为那是老天爷给你的。其实人生当中，各位很多东西就是老天爷给你的。所以各位，先前那5道门很遗憾，只有几位朋友在我身边。你看，我记得澳门的阿姨在我阿姨贵姓？刘啊，文当刘啊。我记得刘阿姨还有你们这对夫妻，对吧？在我身边，你都不在我身边，王叔你都跑去边拍照去了。不在吗？你根本不在我身边。因为你比较喜欢拍照去了。没有。各位，我把世界上的几大宗教给大家阐述一下。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庙，到处都是神庙，到处都是佛。那么这些到底对我们生活当中到底是有用还是没有用？来，既然你们生活在深圳，我就拿深圳举个例；我们有朋友在上海，我就拿上海举个例，对吧？我们朋友是祖籍是辽宁的，我就拿辽宁举个例。来，比如上海的朋友王叔，对吧？昨天这个我们聊天，最早上海的嘛，对吧？上海有一个地方叫成都路和延安路十字路口，修了一条高架，叫做九龙柱。当年我们怎么样在高科技的今天，我们打桩打不下去，你能不能用科学解释？就是打不下去。后来是方丈过来做了一场法事，方丈说牺牲我自己，谢服上海人。所以方丈在上海做完这场法事以后，上海从此以后才稳定的有了这根九龙柱。最后方丈在去世之前就要求，既然是神龙换位，给我们让了位置，那么我们要祭奠这条神龙，所以这条柱子修好以后，上面纹了9条龙，并且所有的龙头的位置朝向同一个方向。因为上海那个地方，各位已经是我们中华这条龙长江的出海的位置了。就我们说外滩出去就入海了，对吧？所以各位，这是第一个。比如上海，来辽宁。请问大家知不知道，在1937年，在辽宁那个地方有一条龙飞升渡劫的时候被雷劈了下来，龙骨的遗骸今天还在。但是我们车上没有任何朋友你是30年代的人，所以你没有亲眼见到，所以很难说，可能你不相信。比如叔叔，你是当兵的，海南省
那个部队以前哨兵根本不敢站哨，因为晚上只要一站哨，就真的能够见到老百姓说的阿飘也好，鬼也好。最后你们知道海南特部队是怎么做的？叔叔知道是怎么做的？搬走了，架起大炮，申请向对面山上开炮，打了10几发炮弹，把那座山上制阴的地方全部炸掉。从此以后，你们去海南岛才能够看到今天中国在海南岛的那支最大的解放军部队，门口到现在还竖了2个大炮。我们的飞机在海南岛降落之前必须怎么样，才允许它降落？怎么样？那尊高100米、8米的佛像，飞机是不是要在空中在佛像头顶绕一圈，才允许你降落？各位，飞机是高科技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要在神佛面前低头？包括先前我悄悄的给你们看的，现在我可以大胆的讲了。习近平同志当年年轻的时候过不去坎，为什么要找17世大宝法王？对吧？我可以大胆的把照片给你看。我把这段真实的历史讲给大家听一下。1951年，习仲勋在青海救了10世班禅大师。习近平当年还没有生下来。因为习近平是1953年8月的人，他就是这个月8月的人。毛泽东是12月的，他是8月的。他们两个很奇怪，他们两人刚好相差一个甲子年，60年。所以1951年第一次救了10世班禅大师以后，10世班禅大师回了西藏。1966年，我们车上很多朋友你都10来岁了，10世班禅大师被抓到哪个地方了？不知道。10世班禅大师被抓到哪里？到北京，抓到北京关起来坐牢。他和彭德怀关到一起嘛，彭德怀关在这边，他关到这边，他们俩就坐牢了。直到1975年，10世班禅大师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坐牢总共坐了9年零8个月。当时出来以后呢，这个周恩来同志生命已经快不行了，身体已经很糟糕了。所以周恩来就提了一个要求，说你在藏区你是活佛，你是像神一样的人，但是政治北京不可以，所以身份你能不能不要？最后10世班禅大师成了凡人，结婚了。哎，说对了，他成了全中国唯一的一个格鲁派活佛，娶了老婆生了小孩的人。叔叔应该知道这个事吧？知不知道？而且他娶的老婆是谁？叫做李杰，董必武的孙女，董其武的孙女，娶了她做老婆，并且生下一个女儿。她的女儿就是今天青海省钢铁集团的董事长。各位，这都是真人真事。那谁帮他呢？在北京，习仲勋向他第2次伸出了手，帮他给他提供住的，提供吃的喝的。虽然习仲勋也被搞进去了，但习仲勋最后也被放了。而且最后习仲勋刚好就是在座各位现在你们生活的地方，后来是你们广东省的最大的领导嘛，对吧？所以他第2次救了10世班禅。然后1979年，那个时候你都当兵了，10世班禅大师要离开北京，去到习仲勋家，对习仲勋家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藏族人脖子上有个东西叫嘎乌，知道吧？知不知道？叫嘎乌，就是一个银的盒子，那么厚，里面装了很多东西。都是用来供佛的东西。最后，我们10世班禅大师就把嘎乌里的一个东西取出来，送给了习仲勋，并且告诉他：给近不给远。记住，给近不给远。各位不要忘了，习近平同志有个胞弟叫习远平，习远平后来去了澳大利亚生活了好多年，对吧？习近平的女儿也在美国读书长大，很正常啊，这个都很正常。就好像在座各位，你们有一部分朋友的儿女可能也在美国、英国，他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啊，记住，让你的儿子一直要供养好这个东西，要么就带在身上，要么就供养。不过请放心啊，我先说明一下，请放心，你来到尼泊尔，我们是不可能卖这个东西给你的。有的朋友一说到买东西的时候，甚至于可能很难说，一出门就想着我绝对不出来花钱的。但是也请放心，尼泊尔就没有这个东西卖给你。